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Peaky Blinders 浴血黑帮是一部从2013年开始首播的英剧，于2022年4月在英国本土播出了最终的第6季。这部剧的每一季在各大影评网站上都获得了超高的评分。大家好，我是郭泰民安。大家好，我是阖家欢乐。大家好，我是李婉狂澜。浴血黑帮这部剧的时间设定是在1919年，也就是世界第1次大战结束后。在新的第6季里，时间已经来到了1934年，也就已经跨越了一整个时代。融合历史背景以及人物成长来说，服装风格上也会有一些变动。不过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主要去分析浴血黑帮第1季到第2季中的经典造型，因为那些造型算是塑造人物的基石。刚经历完战争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社会背景，也会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浴血黑帮的人物设计和服装选择。故事设定在1919年的英国伯明翰，损伤惨重的一战令英国经济直线下滑，单单欠下美国的债务就有85000英镑，在当时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剃刀党这个组织的兴起，也是因为当时战争的恐惧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极度的不安全感令社会中大大小小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经济危机下，一些无业游民选择加入了各地稍有权势地位的组织。剧中男主 Thomas Shelby 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留下来的创伤大多是永久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男主的朋友 Danny 患有无法愈合的 PTSD。而男主本人同样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性格更加冷静，心思缜密。相比较冲动热血的大哥 Arthur 和还未成熟的三弟 John， 他变成了家族中的中流砥柱。关于这个大哥，虽然前期很多人喷他，不过我是真的还挺喜欢这个角色的。然后有个很小的着装细节，我觉得服装师拿捏的特别好，直接让这个人物更加丰满了，看得我就真的挺感动的。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提到本剧真正的大哥 Thomas， 他的穿搭简直是为他的人设注入了灵魂。究竟浴血黑帮是如何塑造出一个迷人的英伦雅痞的呢？低饱和度的色系搭配低调的材质，让一套衣服放眼望去非常简约，但其实在每一种材料的选择，每一个设计细节上都加入了巧思。服装上采用叠搭的方式塑造出了人物的层次感，加入1-2个亮点单品点缀，耐人寻味。下面就让我们剖析一下肖比家族这本行走的穿搭教科书。我们先从最外面的一层看起，长款大衣。这种西装大衣的领口其实有很多种，大家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3种就是轻薄、平薄还有枪薄，也就是 Thomas 他们穿的这种比较尖锐的轮廓。我觉得这个是最符合 Peaky Blinders 人物特征的一个小细节，另外2种领子都略显柔和了，而且枪薄的领口的英文也叫 peak lapel， peak and peaky， it works。 Yeah， 而且从塑造 Tommy 这种气场的角度来看，除了大衣的版型，另外一个因素也非常重要，那就是面料选择。如果你用一般的 twill， 就是一般的呢子材料去做这种大衣的话，其实有点难去塑造出这种最理想的亮感。Tommy 最经典的服饰就是用很重的羊绒粗呢子做成的大衣，然后在羊绒的这个分支下有一种更粗糙更保暖的材料，我个人猜测其实也是用到了这个大衣里面的，就是麦尔登布料，采用了斜纹编织的一种工艺，把羊绒纤维织了进去。我们仔细观察 Tommy 这件衣服上面细微的图案，这种密密麻麻人字形的排列就是斜纹编织的一种。这个布料相对其他的材质来说更防水，也是在伦敦这种阴间天气之下比较好的选择，然后也是工薪阶层会穿着的一种布料，因为防风保暖还耐造，工作的时候不容易坏。剃刀党他们天天打打杀杀的，也算是高危职业了。我发现这个家族的人，尤其是男主，都是套装爱好者。你仔细去看，很多套衣服其实中间的马甲和外面的西装都是同种布料，即使没有穿套装的人，也都非常注意色调、花纹以及材质的和谐。我觉得穿不穿套装这件事情就很能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像 Tommy 他就是一个很干练的性格，家族中的中流砥柱，这种一看就很整洁的搭配特别适合他。就连这个帽子啊，用的都是同一种材料，他给我一种冷血杀手在执行任务之前很有仪式感的搭配好自己每一个单品的感觉。如果你想穿得像浴血黑帮一样，马甲一定要选短款的，因为长款一旦到了人胯骨部分比较宽的位置，就没有收紧腰腹显得比较精神的效果了。然后和马甲搭配的裤子大部分是高腰裤，因为里面的衬衫一般是比较长的，需要塞进裤子里。而且如果是低腰裤的话，裤子上面扣子和腰带的那个部分比较厚，
就会把马甲底部顶起来，没有那种自然垂直的版型了。总之就是上短下长，显得人的比例也比较优秀。最里面的一层衬衫，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商务衬衫，而是一件复合单品。他们穿的衬衫本身是没有领子的，这些白色的领口都是单独的一件单品，可以扣在中间最上方的那颗纽扣上，也可以取下来换成各种各样其他的领口，也算是彰显了肖比家族在服饰品质以及搭配细节上面的一种严格的精挑细选吧。而领口的设计也是一种阶级象征，因为复合单品的工艺比较复杂，所以价格也更昂贵，所以只有男主和家族成员会穿着这样的组合衬衫，为这个家族工作的人很少这么穿。剃刀党的帽子也很出圈啊。对，这个帽子我真的很熟悉，之前我演过一个音乐剧叫 Newsies 报童传奇，这个就是报童帽。报童这个群体其实都是来自工薪阶层的孩子们。那他们这么有钱，为啥要戴工薪阶层的报童帽呢？就除了在帽子里藏刀片，其实浴血黑帮那个年代之后，报童帽就不只是报童或者是工薪阶级才戴的单品了。在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佩戴过很多次报童帽，也算是名人带货效应吧，打破了原本非常垄断的一种阶级符号。我前几天看剧的时候，还在网上找到了一家以 Peaky Blinders 命名的专门卖报童帽的店，叫 The Peaky Hat。这个不是广告，可见浴血黑帮的形象塑造得多么成功。我记得汤米还经常戴一块金表。是的，如果你在学习浴血黑帮这种雅痞风格的时候，想要学到精髓，记得加入一些精致的小单品，点缀低调的服装，更能凸显人物的品味。Tommy 代表的这个方式叫 Single Albert， 就是把你的怀表串上一根链子，扣在马甲的倒数第3颗扣孔上，然后怀表放进左边口袋里面。然后说回开头提到那个细节啊，就是大哥亚瑟这个人物。很多时候我好奇为什么三兄弟全剧很多场合只有大哥一个人戴了个领结，穿的有点像米其林餐厅服务员啊。就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这样联想其实没有错。领结一般是在正式晚宴或者庆典酒会上戴的比较多，但是大哥在日常或者出警的时候也经常戴，这是为什么呢？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和这个角色被大家喜欢的原因非常的紧密相连。我很大一部分喜欢来源于心疼他，他前期因为缺失父爱，选择把抛弃妻子的爸爸重新接回家，结果被他爸利用，还骗了一大笔钱走。包括很多次不打自招，把藏军火的地方泄露给特工了，一点防备心都没有。我发现他很容易相信亲近的人，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对于他所信任的人足够忠诚，并且这种在乎真的很容易激发内在负罪感。第2季在马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人要杀 Tommy， 然后大哥直接战斗力爆表，一顿输出猛如虎。诸如此类保护亲人的案例有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次别人戴领带的时候，他佩戴的却是领结。是一种服务象征吧，表示着他对一家人的忠诚和他愿意去付出。我其实觉得《浴血黑帮》是个让人看着特别爽的剧啊，有拳拳到肉的武打戏，也有 Tommy 的思维战，跟着看起来让我觉得自己也很聪明啊。我认为这部剧让我看着最舒服的就是整体的环境氛围打造得非常真实，而且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混乱状态也毫无避讳的还原，令人一瞬间就能够相信这样的故事是发生在那里的。好了，今天的课堂总结，入门这个风格记住4件事就好。1. 白衬衫可拆卸领口。哟，精致嘿。2. 3件套，西装、短马甲、高腰裤。这必须的。3. 长款大衣，首选暗色粗呢面料，造就亮感。嚯，气派。4. 最后小配饰点缀，注意佩戴方式。讲究。报童帽就可有可无啦。想看更多影视剧人物穿搭的解析、文化背景或彩蛋吗？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感兴趣的话题和剧集。在日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带来浴血黑帮女性角色的穿搭解析，一起来看看那些厉害姐姐的时尚秘籍。别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今天的你有点优秀。好。他变成了家族中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啊！四川人要什么那么多？我川普不行吗？简直是好烦哦！这个彩蛋又有了，为什么每期的彩蛋都是你？男主的哥哥阿瑟，我觉得可以。还有未成熟的3弟约翰。我们以后会不会就靠着他这个口音火了？